给我瞄准了打！注意看眼前这位长相酷似世界第一拳王马库斯的黑人选手，他曾多次来华踢馆挑衅，这已是他第5次来中国进行挑战了。在他此前的5场比赛里，居然有3场比赛都将我国选手的胳膊踢骨折了，所以他也被拳坛称为手臂终结者，这绰号着实恐怖。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拳坛技术水平有限，一直无人能克制他。在认为中国搏击界没有对手后，卡尔选择走向世界擂台。然而3年过去，他又再次来华踢馆，只因中国出现了一位名气更高的新人选手。卡尔这次来华踢馆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要将中国新拳王扼杀在摇篮里，让其知道中国功夫永远不可能走上世界擂台。单从实力来讲，这个黑人选手确实有2下子，比中国大多数职业选手都要强很多。可他这种口出狂言、目中无人的态度，迟早会吃大亏。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黑人选手是来自瑞典的泰国伦皮尼金腰带获得者。常看比赛的观众应该都清楚，想要拿下伦皮尼这条腰带十分不易。此次他点名挑战谭晓峰，并且赛前放话要把谭晓峰踢至骨折，让他感受痛苦。不过我国的小将谭晓峰霸气回怼，身为中国新一代新人拳王，自然要为中国搏击争面子。谭晓峰此时已打了30场比赛，有27场获胜的辉煌战绩，这无论放在何处都极为耀眼。但在比赛经验方面，很显然对手要更胜一筹。但话已至此，既然敢来中国嚣张叫板，以这种不尊重的方式踢馆，那今天肯定会让他有好果子吃。那咱们也不多废话了，为了让更多中国拳迷能看到这场精彩比赛，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。小编在此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。现在比赛正式开始，红色拳套的这位是我国选手谭晓峰，对手则是来自瑞典的泰拳王者。选手开局后就直接在内围展开疯狂试探，看得出这场比赛充满了火药味，仿佛下一秒双方就会彻底爆发。而谭晓峰也知道对手常年混迹于泰国拳坛，身体素质极为强悍，想要与对手正面硬刚去取得点数优势，应该不太可能。湘西的这个百姓啊，本身对这个上古这个精神是非常崇尚的。也今天现场来观众，我看。另外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今天这个场地呢是一个露天的场地，就是在芙蓉镇的这个景区中心。现场的环境也是非常优美漂亮。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啊，从昨天早上开始，的这个夏天说起来停了。卡尔不仅长相与马库斯相似，就连战术打法也与马库斯极为相似。凭借自身的个人身体素质，在对战过程中不断地向谭晓峰内围靠拢，并且每次都将主动出击的机会留给谭晓峰，自己则在第一时间补上重腿。这一点充分表明他对自己的腿法非常自信。谭晓峰也清楚与对手硬拼不会有好结果，索性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，一有机会就打出组合连击。漂亮的中段扫踢。看到卡尔也是挑衅对手。可以看出，谭晓峰也是一个拼打型选手，在正面持续的进行试探，并用腿法对卡尔予以压制。当然，短时间内还是难以突破对手的防御，毕竟对方的身体素质着实太强。就算被谭晓峰踢中重腿，他依然能抬起双手进行嘲讽，这种行为极为恶劣。而且赛场上嘲讽往往大多是为了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。不过，我国选手谭晓峰早就在国内经受了磨练，面对这种嘲讽自然不会去领会，而是选择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身的节奏上。非常重，看谭晓峰的这个力量啊，爆发力非常的优秀。连续的双腿组合，因为是主场作战呢，谭晓峰可能是特别的兴奋，但是在兴奋的同时，希望他能保持自己的冷静战术，对，不要消耗自己太快。你刚刚这一推也没怎么样，扛得住。好，回合结束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第2回合，一直在首回合中，对手对自己的腿法极为自信，全程处于主动态势。谭晓峰也已大致摸清了对方的战术，所以在这一回合，他决定反手围攻，主动出击，通过加快自己的步伐来掌控节奏。并且我们能够看到，在加强命中率之后，
谭晓峰在内围的发挥明显更为稳定，一旦进入内围，卡尔的腿法便难以施展。也是力量型。是的，这是就是欧洲选手和常态式选手有区别的。对，所以说现在欧洲选手说的，他们都不是泰拳选手，说是这个踢拳选手，对，踢拳。两个人互相都在找机会。谭晓峰在第二个回合呢，节奏放慢了一些。这场比赛对于谭晓峰而言极为重要，因为对手在3年后首次来华踢馆，在3年前他曾踢断了我国3位选手的手臂。这场比赛也是我国拳坛的复仇之战，无论如何，谭晓峰都必须夺取胜利，否则在这个黑人选手眼中，或许他会一直觉得中国搏击仍旧如往昔般不堪一击。一旦让他有了这种念头，那他将会变得更加猖獗放肆。侧快漂亮，距离控制非常好。在世界各大联赛流动当中啊，侧踹是中国独有。是的，当然，所以这些年国际各种比赛的交流更多，也有越来越国外选手看到卡尔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主题啊，他还在不断的等待，他要做动作，然后来消耗票，然后寻找机会。谭晓峰此时已然完全摸透了卡尔的战术打法，每次当他扫腿时，都会被谭晓峰先发制人快他一步，而且还妄图用接腿摔的方式去打击对手。这种战术就是为了打击卡尔的自信心。从2位选手的表情可以看出，此时这2人心中都极为不爽，卡尔也愈发坚定地想要将谭晓峰的胳膊踢断，以此来证明自己。然而，咱们的中国新人拳王又怎会拱手相让，果断加强攻势，选择与对手在正面展开全力对抗。在更多危险，对自己的事业非常大的一个消耗。有把手啊，他这样的，他是这样，那帮我不够快，全是够快。我看这两手背留不了，到底。对，尤其是这些年，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中国选手啊，其实在他们的技术体能这方面不比外国选手差，甚至有的时候在基础方面要比外国选手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回合，这一回合2位选手将要决出最终的胜者。在前2个回合中，双方选手已经全面进行了试探，最终还是打算以腿法的方式一决雌雄。谭晓峰也对自己的腿法十分自信，明知对手最擅长的就是腿法，却还决定要与对手正面硬刚，这种勇气十分值得人钦佩。但同时也千万不能小看对手，因为他可是实实在在的将咱们3位中国选手的胳膊给踢断了，手臂终结者的绰号可不是徒有虚名。再多的低扫，其实这种低扫啊，非常大。是的，那有的时候低扫连续的重击啊，会使大腿的肌肉完全的失控。漂亮的反击。卡尔组织进攻，但是被谭晓峰抓住了反击。虽然谭晓峰从长相上看十分老实，但是从他的打法中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位倔脾气，即便多次吃到对手的重腿，他依然选择和对手硬刚。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也是支撑他走到现在的因素。中国拳坛能够派出谭晓峰与卡尔对战，看来确实是选对了人。换做一般选手，可能吃到几次重腿就已经难以承受了。这文博也是运动员出身，也是运动员的国际赛，对这点应该有对是的认识。很多时候有一些我们看到的花招拳，更多的时候是在个别的情况下会用。除非你在场上就是占据着绝对的这种优势，是的，掌控了整个比赛的局面的时候，对，可以这样秀一下。赵峰每次都能抓住阻截他。对啊，把他一阻截，然后他的拳出不来。为什么能阻截住他？因为卡尔的刺拳，特别是后手，基本上没有直的。是的，都是画了一个很诡异的弧线过去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走一个弧线，更容易在时间上就需要的时间更长。是这样，也给了对手阻截你的足够的机会。
最终，比赛终于落下了帷幕。虽然没能以 KO 的方式终结对手，但谭晓峰经过3个回合的不懈努力，以大比分优势获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。那么，对于他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